V8一直都是一个高性能的代名词，也是很多男生梦寐以求的车型。但是呢，你现在能买到的 V8 发动机，最便宜的新车也就是福特5.0的野马，现在落地也得60多万。那60多万对于我们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还是太贵了。那虽然新车我们买不起，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年我们很多人心里的那台 V8，现在其实价格已经触手可及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。那今天学长来给大家盘点一下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里面，各个价位都有哪些价格便宜、性价比超高、适合我们平民玩家的 V8 性能车。那在这个内燃机即将成为历史的时代，再感受一下来自 V8 发动机的咆哮吧。首先就是5万以内的这个价位，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键盘侠就要说了，不到5万就想买 V8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没有听错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里面，不到5万元也可以买到很多的 V8。那5万以内你想玩 V8 的话，比较推荐的车是凯迪拉克的 SRX。那这是一台车长将近5米、轴距将近3米的4驱大 SUV。06年的时候，这台车的落地价格将近要80万元。那现在的二手车市场里面，行情大概在4到5万元这样。那 SRX 这台车搭载的是通用代号 LH2 的4.6升 V8 发动机，原厂320匹。配的变速箱是通用自己的纵置5AT。那这套动力总成虽然古老，但是呢非常的皮实耐用。如果说预算有限又想圆一个 V8 梦，这台凯迪拉克的 SRX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Nice。如果你不喜欢 SUV， 像06年左右的 BBA 的 D 级车，现在5万以内也可以买得到。比如说底盘代号 W220 的奔驰 S500。5.5升的 V8 发动机，388匹的马力，而且06年的 S500就已经是7AT 的变速箱了。外观上，这台 S 级被称为蝴蝶奔，那外观放到现在来看，依旧非常的优雅。如果你觉得 W220 的 S 级不是你的菜，那还可以看一看09年左右底盘代号 D3 的奥迪 A8。那这台 A8 最顶配的是那个键盘值爆炸的6.0升 W12 版本，就是电影里面非常人贩郭达开的同款。不过市场里面 W12 的 A8 非常的少。08年左右 W12 版本的 A8， 现在的行情大概在8到12万元这样子。那有一些车况特别好的，可能要去到15万。A8 除了这个最顶配的版本之外，下来就是4.2升的 V8 版本。那这个版本的二手车现在的价格也就5万块钱左右。但是这台车发动机有几个小通病，一个就是凸轮轴的油封比较容易漏油，还有一个就是废气阀比较容易坏，其他倒还好。这个4.2升的大 V8 350匹，配合上原汁原味的真机械 Quattro 4驱，还有采埃孚的6AT 变速箱。硬件放到现在来说，依旧非常的能打。那说完了奔驰跟奥迪，下来就是 E65 的宝马7系。这代7系740是 4.0 的排量，750是 4.8 的排量，这俩都是 V8 发动机。不过 E65 的7系学长不是特别推荐，因为这台车的毛病真的是有点太多了，质量跟可靠性是赶不上同期的 S 级跟 A8 的。那其实以上说的这几台车，键盘值都不是最高的。大家猜猜5万以内键盘值最高的 V8 是哪台车？可以把这台车打在公屏上面。没错，就是这台搭载5.7升黑米发动机的克莱斯勒 300C。那这台车的外观长得跟劳斯莱斯是有一点神似的，网上有卖无损的套件，可以直接改成劳斯莱斯。那抛去外观不谈，这个5.7升的黑米发动机可真的是个好东西。它有半球形的燃烧室，OHV 的单底置凸轮轴，每缸只有2个气门，铸铁钢体，封闭水奥，再配合上十字曲轴，可以说是最 family 的标准美式大 V8。Family。这种美式 V8 都是强调低扭的，因为用的是十字曲轴。美式 V8 的声浪跟欧系的那种平面曲轴 V8 完全不一样。这里学长给大家放2段视频素材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区别。
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纯正的美式 V8，这台5.7的克莱斯勒 300C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那5万块钱左右这个价位聊完了，我们直接跳到15到20万元这个价格区间，因为5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能买到的 V8实际上就是上面的那几款，只不过呢年份稍微近一点，没有太多可聊的。那如果预算提高到15到20万这个价格，你可以买到底盘代号 W204 的奔驰 C63，还有就是192的宝马的 M3。那这两台车也是二手车市场里面关注度跟转手率最高的 V8车型。那下来就跟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两台车。如果你想买这两台车的二手车，一定要耐心看完，学长会把这两台车的通病跟选购时候的注意事项一五一十、毫不保留的全部告诉你。那我们先聊一下 W204 的 C63，那这台车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，代号 M156的6.2升自吸大 V8，配的是奔驰自家的 7AT 变速箱。这代 W204 分为前期版本跟后期版本，我们从头灯跟内饰就很好的能区辨出来。那2012款以后的就是后期版，之前的就是前期版。那这代 C63 发动机是有一个通病的，就是凸轮轴因为材质跟润滑的问题，会导致凸轮轴跟气门的顶杯过度磨损，基本上8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了。那想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锻钢材质的凸轮轴跟气门顶杯。那除了凸轮轴跟气门顶杯以外，还有正时链轮，原厂的材质也是不合格的，时间久了，正时链轮里面的底板就会过度磨损，这个也需要更换改进后的配件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些东西全部更换改进后的加强配件，连工带料差不多要4万块钱左右，换好了基本上可以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那除了发动机，还有点火开关的质量也不太好。如果你插钥匙的时候发现插进去车子没有办法通电，或者说有接触不良的感觉，那就需要更换这个点火开关总成了，连工带料差不多要3000块钱。还有就是这代 C63 的变速箱电路板也比较容易坏，质量不怎么好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个年代的 C63 其实质量真的挺一般的，完全赶不上同时代的美式 V8 跟日系的 V8。所以大家如果想买 W204 的 C63，最少要留5万块钱来给这辆车维修和整备。那最后跟大家聊一聊192的宝马 M3，这台车学长就一句话，非常不推荐普通的玩家购买。首先 M3 这台 S65 的发动机，原厂就必须要加10W60的机油，很多车主加的机油标号都不对，所以的话导致了二手车市场里面的 M3 拉缸的比比皆是。而且 S65 这台发动机本身轴瓦设计就是有缺陷的，再加上开 M3 基本上都是高转暴力驾驶，市面上爆曲轴、爆缸的 M3 真的特别多。如果硬要在 C63 跟 M3 里面2选1，学长觉得宁可选 W204 的 C63。那 C63 至少发动机的缸体、曲轴、活塞还有活塞连杆这些配件质量都是非常好的，就算有通病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那192的 M3 发动机要是有问题，那基本上都是大事儿，想通过简单的更换配件修好是非常困难的。192 M3 除了发动机以外，还有一大堆的通病。那由于篇幅原因，学长就不在这里面一一列举了。如果有知道的兄弟们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下面我们一起交流讨论。那今天这期二手平民大 V8购买推荐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们手里的硬币，一键3连支持一波。实在没有硬币的话，点一个免费的赞也是可以的哦。这对于一个新 UP 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拜托了各位家人们。那这里是超音速，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姆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